么时候就是把站在舞台上唱歌当成一件梦想？很小的时候就会看音乐的节目嘛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梦的火苗。但是，真正意义上确定自己想要做这件事，其实是第一次，去到超女的比赛。很长一段时间站在舞台上之后，我就确定这是我热爱的事情，我想要以后都做这件事情。那你是属于那种很早就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吗？其实是的，我从初中的时候我就很想考音乐学院，但是因为爸爸妈妈会觉得，哎呀，你不要那么早就断定你喜欢的是什么，所以就继续上了高中、大学，然后到了大学，我再重新回到这件我觉得我喜欢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再一次确认了我是真的热爱这件事情，所以就放手一搏，然后家里也就支持我的这个决定了。那相当于小时候家人不是特别支持你把这个唱歌当成一件就是事业。对，我爸爸一直说，当你的爱好变成你的工作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喜欢它了。但是我从进入这个行业到现在，我还是依然觉得我特别特别热爱这件事情。虽然说它会带给我很多的痛苦、压力和劳累，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为我的爱去付出的东西，所以也享受这些痛苦。有没有小的时候一些趣事可以分享聊一下？就是在初中、高中，我也一直都特别愿意去参加歌手大赛呀这样的事情。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就没唱好，破音了，然后在很多很多人面前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再也不唱歌了，结果后来还是抑制不住自己喜欢的那种心情，就还是继续在唱歌，继续去比赛啊。所以我觉得真的爱一件事情就是阻挡不住的。就是在比赛的时候看到妈妈有一次就是哭得很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就是那种很柔软的一面，是跟家人这样的？其实不是，我在家平常也是不会展露我柔软的一面的，我也从来就是没有办法直接说出我爱你们啊，就这种话完全说不了。其实当时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家人，没有跟外界联系，而且我从小到大我住宿的学校，他们也从来不会来学校看我，因为在他们心里我就是一个非常独立，可以自己完成所有事情的人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想过他会来。自己唯一能相信、信任和懂自己的人突然来到身边的时候，在那种压力巨大的环境下，就一下子觉得，哎呀，绷不住了。对，那你小的时候就是特别叛逆过吗？有过很叛逆的时候，但是我也算乖了。我的叛逆仅限于就跟爸爸妈妈唱唱反调，对言语上也不太敢做什么大事儿。那你也不太会在意周围人怎么看？你要说真的不在意，那是不太可能的。虽然我在意，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，我只是想要我变强。那些事情我可以在这之后去慢慢消化。这些声音，这些所有的一切让我难受的东西，我都把它抛在这件事情本身之后。你是一个会经常给自己定计划的人？会。我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都是喜欢按照计划去进行的一个人，我会尽量的严格执行。我是不太喜欢出现很多突然的改变的那种人。那就是比如说像你当时就是选择唱歌这件事儿，你会给自己定一个，就是说我大概几年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对，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，这是我唯一一个计划不停在变的事情。因为刚入这个行业的时候，其实没有那么了解这个行业，觉得事情得来的相对是比较容易的，所以我一开始真的给自己是制定1年之内我得做点什么出来，那如果做不出来我就放弃。结果到了1年的时候，心想这个行业还是比较困难的，而且我也不想放弃，那就变成3年吧。然后从3年又还是没有做到自己想要的那样，然后又开始给自己无限延期。后来就觉得我就不应该给自己设限，因为自己热爱的事情，无论我今天有没有成就，我都还是会想要一直做下去。那在你成名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？
最开始的时候会非常迷茫，哎呀，在家也无所事事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到底该不该放弃这件事情。然后经过一小段时间之后，就会发现这段时间反而是我充实自己和给自己充电的最好的机会，就是每天练习、唱歌、健身、学习。那你觉得在成为这个歌手这条路上，就是有过引路人吗？其实一路上很多很多的老师，包括可能我没有见过面的歌手，我常常听他们的歌，其实也有给我很多的引导。我觉得中途路上很多人会鼓励我说你是适合走这条路的，有这样的声音给我的时候，是一种支撑吧，一种让我能够坚持下去的声音。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给自己的支撑，就是你要相信你既然热爱这件事情，你就会不顾那个结果到底是什么，你只要在做这件事情，你就会开心，那就够了。就是你曾经也有过其他的质疑声音嘛？比赛的时候也是，就是会表达自己的野心，然后说你能半山腰太极了，我要去更高的地方。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吧，表达自己的野心是没有错的。其实每一个人一定都有野心，只是有些人他藏起来了，有些人他愿意表露出来。我觉得是应该适当的去表露出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你可能要主动的去争取，别人才知道你是真的想要，你才有可能拿到这个机会。所以其实你觉得这个时代就是金子不一定会发光，就是还是要努力的表达出自己的声音，才能被大家看到。对，因为从我自己的经历上来看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在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，我是一个非常收敛内敛的人，我很害怕去就是彰显出我的一些野心。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很难被大家看到，我的路走得非常非常困难，我可能真的就是那种不容易被别人发现的那种人。走这么4-5年的路以来，我会觉得当我去争取的时候，我能够抓住那个机会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。那你的内心的支撑主要来自哪里？我觉得我的支撑就是来自于我真的爱这件事情。无论今天我有没有一个很大的舞台，无论今天我是小舞台，还是甚至根本没有舞台，我抱着吉他自己在家唱歌，我觉得也是一件幸福和快乐的事情，就是尽可能的忠于自己的热爱。那你的内心的安全感多吗？漂浮不定吧，会对自己未来，对自己身边的人都会觉得没有安全感，但是到最后这个安全感不是别人给你的，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。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这一生都是为你自己而活的。别人给你的反馈都没有那么重要，你自己要相信你自己，才会有真正的那个安全感。那你在泰国的时候，曾经在1万人面前唱过一首歌，当时是什么感觉？当时就是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，能够感受到大家都在大齐唱的那种感觉，就像真正的在开自己的演唱会一样。但是你又知道，其实这些人不是因为你已经做到了某一个位置，他们来看你的，又很幸福，然后又很落差感强，就是很希望真正有一天可以我在唱着我自己的歌，所有的人都真正的是为我而来。就是在比赛的时候，你在那个宿舍的墙上是写了英国诗人的那个，应该是献给青年人的一首诗，叫《如果》，就是有神思而又不走火入魔，有梦想而不为梦主宰。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？就是白话一点说，就是为自己而活，但又不被自己的欲望所支配吧。你微博上就是曾经写过，就是说生来会做错很多事情，但有件事永远不会错，是音乐。今年2月份还说了一次，就是这次能有这个舞台实在是太幸福了。然后舞台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就那一次，我仅仅是去一个录音棚试音而已，但是我站在里面自己唱歌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我发声的那个瞬间，就是把自己拽回那个我一定要做这件事的那个决心。没有工作，担忧自己的未来的时候，舞台突然出现，就会又把我拽回那个有信心有决心的自己，因为发现那个就是我热爱的事情，我还是要继续去追求它。那你会为了舞台就是排练很久吗？有没有那种就是通宵啊，或者是只睡几个小时？
当然，其实整个团我们现在每一次排练舞台的时候，一整天的时间，醒来就是去排练，排练完就是回去睡觉。我常常会觉得我不是舞担，但是我希望我可以有一天像他们一样优秀，所以我每一次团体排练完，我回去之后还是会继续看视频，再回顾，再练习。然后每一次舞台结束呢，再回去看这一次的舞台我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再去改正，再去变得越来越好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硬核的人？要说硬核，我觉得我是一个硬壳的人，就是我的柔软是藏在里面的。就比如说，大家可能常常都会觉得我上台好像从来不会紧张啊，就很自信，但是就我可能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，我常常还是会很紧张的。我常常希望把我的无坚不摧的一面展现给大家，好像就没有人可以伤害我的一样。然后柔软的地方，就希望自己相信的人才能看到。那你觉得你现在工作当中要做的妥协多吗？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对我来说，没有人可以按头你非要去做什么事情的，你自己都是有选择的，只是你可能因为这个选择要放弃一些东西，或者失去一些东西，就是你愿不愿意去承担这个失去。对我自己来说，我有原则和底线，我还是会一直按照我自己的要求去做的，所以没有太多让我妥协的事情。你觉得自己就是会被磨平棱角？我觉得我永远不会被磨平棱角的，我可能只是有的时候不把棱角再展露给大家看了，我可能放在里面了。我在成团之后不是也说过，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像铜币一样的人，铜币的棱角就是在里面，然后外面是圆的，但是不代表我会消失这个棱角。我觉得棱角是一个人一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。你的微博没有设置半年可见，发的内容什么的也没有删减，你是不是就不介意展示过往的？对啊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他青涩到成熟的这个过程。我觉得微博嘛，就是一个跟粉丝交流的一个平台。我觉得我还是蛮希望我的粉丝们可以去更多的了解我，离我更近一点的感觉，让他们觉得陈若璇是一个我了解他很多的这么一个人，我才会喜欢他。粉丝评价你是一个全自动爱豆，就非常伤心。你怎么看这个？对，我觉得不仅是跟他们之间，其实工作上我也是很全自动的一个人，因为我就很喜欢把事情都掌控在我自己的手里，我之后会怎么样发展，我的工作会怎么样进展下去，觉得控制在自己手里是最好的。你怎么看待就是你和粉丝之间的这个关系？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粉丝和艺人之间是很遥远的，甚至有人说消费与商品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就是都太生硬了。对我来说，粉丝就像我一个触不到的朋友一样，他们常常会非常非常的关心我，他们会了解我的全部，甚至他们会很懂我在想什么。然后我也希望我能做到的就是给粉丝更多更正向的引导，也尽量的能够把我真实的状态表露给他们看，这样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才不会因为现实的距离而拉得太远。怎么形容你自己呢？我很棒。那你觉得哪种动物和你最贴？我觉得就是狮子，因为我自己星座本来就是狮子座，然后我觉得狮子的特性跟我也是很像的。其实狮子也会，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它像一只大猫一样，它是有它柔软和可爱的一面的，但它常常给大家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凶猛、很厉害，大家都会尊敬它。我其实觉得我就很像这种动物，